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在人间评分仅 6.7， 赵丽颖高光演技为何换不来大众掌声？赵丽颖突破性演绎多重人格，在人间以先锋美学挑战惯剧习惯，破碎镜面映射6重人格对峙，素颜微表情切换被赞爱级表演，却因叙事密度引发追剧如姐妹争议。当观众争论台词少角色混乱时，心理学界已将人格整合过程奉为教学范本。赵丽颖主演的8集短剧在人间自豆瓣开分 6.7 分以来，持续搅动国产剧讨论场。这部以多重人格为叙事核心的作品，既被中国妇女报誉为先锋美学实验，也因观众口中5集没理清人格关系的吐槽陷入评分争议。当影评区出现5星好评者自称账号遭限流，而1星差评频现台词少角色混乱的非剧情向攻击时，一场关于影视鉴赏话语权的拉锯战已然展开。故事开篇以顺风车司机徐天与神秘女子贾小朵的17次相遇展开，行车记录仪里反复凝视后做乘客的镜头，让观众提前嗅到危险气息。当徐天填写虚拟空间测试协议时，特意写下贾小朵这个名字，屏幕前的观众才恍然惊叫，这对看似互为镜像的角色，实则共享同一具躯体。贾小朵不过是徐天为应对童年创伤分裂出的第7重人格。这种打破常规的叙事设计，在第3集虚拟列车崩塌场景中达到高潮，破碎镜面映射出6个人格的对峙，潮湿玉像里飘荡着人格整合失败者的残影。评分2级分化的核心在于该剧对传统惯剧习惯的挑战。前5集密集铺设的蝴蝶标本、深海车厢等意象，令部分观众产生追剧如姐妹的疲惫感。某社交平台热评下，有观众晒出整理人物关系的笔记本，密密麻麻标注着王阳明等于医生人格鸵鸟象征逃避等推论。这种需要暂停截图才能捕捉的细节设计，与当下主流惯剧群体追求的无脑下饭需求形成鲜明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剧中贾小朵涂口红觉醒、徐天镜前 0.5 秒微表情切换等片段，在影视博主拆解后获得超千万次播放。赵丽颖此次表演突破远超观众预期。当她以素颜状态诠释人格切换时，眼角细微的抽搐替代了传统意义上浮夸的1秒变脸。导演徐冰在采访中透露，某场狱中戏要求演员在30秒内经历3重人格交替，最终呈现效果让剧组成员直呼像在看爱生成的表演。不过，这种去符号化的表演方式也招致争议，有观众质疑全程皱眉错额显得很疲惫，与偶像剧式演技存在审美代沟。短剧形态的局限性在此剧中尤为凸显。8集的体量压缩导致叙事节奏失衡，虚拟空间的列车逃生单元虽具电影质感，但与现实世界的诊所对峙戏份衔接生硬。对比我的阿勒泰以10集篇幅铺陈时代画卷，在人间试图在同等时间内完成人格解构加情感救赎双重命题，最终呈现效果如同高速旋转的万花筒，绚丽却抑制眩晕。爱奇艺站内数据显示，该剧完播率仅 38%， 远低于同平台悬疑剧均值。评分争议背后，折射出艺术表达与大众审美的结构性矛盾。广电专家盛赞其完成自我救赎叙事突破的同时， B 站弹幕上飘过满屏的我是谁我在哪。这种割裂感在心理学界却引发意外共鸣。某高校心理学教授将剧中人格整合过程制成教学案例，趁其比教科书更直观展现创伤后人格分裂机制。当观众还在争论贾小朵是否该领盒饭，这部剧已完成从娱乐产品到学术素材的身份蜕变。市场反馈的吊诡之处在于，该剧站内热度峰值达7500，却未在社交媒体形成破圈效应。对比同期甜宠剧动辄上万的 CP 超话互动量，在人间相关话题更多集中在徐冰导演美学人格切换技术解析等垂直领域。这种叫好不叫座的处境，
恰似当年穆赫兰道在北美市场的遭遇，先锋性与商业性天然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赵丽颖此次转型试水，暴露出现阶段演员艺术追求与观众期待视野的错位。从知否时期的国民媳妇到在人间的意识流女主，这种跨度堪比演员重塑骨骼。尽管豆瓣热评区混杂着不适合文艺片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成功让观众忘记赵丽颖这个符号，记住贾小朵这个角色。当某品牌广告借剧中藏在心理台词进行营销时，或许已证明这种艺术尝试具备潜在商业价值。短剧赛道的探索意义或许正在于此。比起流水线式的工业糖精，在人间至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让观众意识到，原来国产剧还能讨论人格脆弱性、精神内耗这些沉重议题。即使最终评分未能反映真实水准，但那些在弹幕里争论列车象征，在知乎撰写3000字解析的观众，已然构成新型冠剧生态的雏形。当徐天在剧中说出现在的人都有病时，这场关于精神困境的荧幕实验，或许正是国产剧走向成熟的必经阵痛。在人间这部由赵丽颖主演的剧集，自播出以来便持续引发讨论与热议，尤其是在大结局播出之后，其豆瓣评分仅为 6.7 的结果更是掀起了一波舆论高潮。有人感叹赵丽颖演技封神，却遭遇冷遇。有人则认为整部剧实验性过强，晦涩难懂，不符合主流观众审美。而在这场有关艺术性与大众性的辩论中，赵丽颖的名字似乎成为了一种象征，也成为了一个被投射争议与期待的焦点。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人间并不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都市剧或悬疑剧，它带有浓厚的艺术探索性质。编剧徐冰以其惯有的意识流结构、碎片化叙事和心理描写，将这部剧打造成一场极富挑战性的艺术实验。在这样的剧本框架下，演员的发挥空间变得十分特殊，他们不仅要呈现台词和情节，更要诠释隐藏在情绪、氛围和象征背后的深层内核。赵丽颖在这样的剧作中，交出了一份远离套路化表演的答卷。她不靠激烈的情绪爆发，而是以收敛、内敛，甚至近乎隐忍的方式，将贾小朵这个角色的心理轨迹缓缓铺展开来。但也正因如此，观众的观剧门槛变高了。大众观众习惯了节奏明快、人物关系清晰、情感对抗激烈的剧集结构，对于在人间这样需要慢慢咀嚼、反复体味的剧作，自然会出现看不懂、不知所云的感受。评分 6.7 并不代表剧作的失败，而是体现了该剧在艺术性与大众接受度之间的张力。赵丽颖这次的演技，或许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被某些观众误解、忽视甚至否定。我们来具体分析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从最初的多重人格线索铺设，到中后期情绪逐渐崩塌的内心裂解，再到大结局的心理和解与自我救赎，赵丽颖每一个眼神、每一处沉默，甚至每一次刻意的不动声色，都构成了她对贾小朵角色的深刻塑造。她摒弃了传统大女主的情绪高点与高光台词，而是选择了用细节打动人心。比如那一场9分钟无对白的心理崩溃段落，镜头缓慢推进，她的眼神从茫然到惊惧再到释怀，情绪层层递进，令人印象深刻。可惜的是，这种静水流深的表达方式，往往不易在第一时间引起强烈反响，甚至在快节奏主导的网络讨论中被忽略了。回顾赵丽颖以往的代表作，我们不难发现她演技的成长轨迹。花千骨时期，她靠极具感染力的哭戏和苦情感征服了观众。知否中的明兰，则让她走向了理智与隐忍的成熟女性形象。而到了幸福到万家，她开始尝试更写实、贴的表达方式。到了在人间，她几乎完成了对自我风格的一次重构与超越。赵丽颖从一个偶像派流量明星，真正蜕变为一个不惧质疑、敢于挑战复杂角色的实力演员。但这种蜕变，并非人人都能立即接受。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
中国的影视评论生态还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中。当前网络评分平台如豆瓣，虽具备一定参考价值，但也容易受到非专业情绪化评分、粉圈对立、作品风格争议等因素影响。一个演员或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只由一时的评分来定义。赵丽颖在人间中的表演，需要更多时间来沉淀，也需要更多观众回过头来认真去体会。当然，也不能忽视在人间本身在叙事和节奏上的短板。部分观众反馈剧本结构松散、线索难以集中、情绪转换突兀等问题，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对角色表演的感知。毕竟，一个好演员也需要一个好故事来承载和放大他的光芒。当故事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有门槛时，即便是赵丽颖这样的成熟演员，也难以完全将情感传达给所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是徒劳的。恰恰相反，赵丽颖在人间中的表现，正是一次演员主观能动性与创作自由的完美结合。她敢于做减法，敢于打破以往的演技标签，敢于不取悦所有观众，这种艺术冒险精神，才是她能够持续走在演艺路上，并不断被行业尊重的根本原因。这也引发我们对整个影视行业的更深思考：艺术与市场的平衡该如何拿捏？一部剧是否应该一味迎合主流审美，还是可以保留属于创作者的独特表达？演员是否该根据观众口味演得明白，还是应该坚持自我风格？赵丽颖这一次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演出角色真正的灵魂，而不是只满足观众的想象。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信仰。从长远来看，在人间的6.7分也许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就像当年《霸王别姬》首映时也曾遭遇冷遇，但在时间的沉淀下被重新审视与赞誉。赵丽颖在其中的尝试，是一场值得尊敬的表演实验，而非一次失败的冒险。面对这样的争议与评分，其实我们观众也应当保持更加包容与理性的态度。不是每一部剧都能让人一眼看懂，不是每一次演技都要靠哭戏怒吼来证明。我们应当鼓励像赵丽颖这样不断尝试突破的演员，也应当鼓励更多创作者拍出敢于不同的作品。只有这样，中国影视才能真正走出工业化复制的套路，迈向更多元、自由和深刻的表达。最后，想对还在犹豫要不要打开在人间的观众说一句，请不要被评分吓退。这是一部值得你静下心来观看的剧，一部需要你用心体会的心理长卷。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贾小朵，或许并不完美，也不总是讨喜，但她的痛苦、成长与挣扎，映照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路上面对困境时的那份隐忍与坚韧。希望你们愿意给予这部剧一份耐心，也给予赵丽颖一次深刻的理解。告别月华，王一博下一站自由，粉丝泪洒网络。95后顶流王一博手握3部破亿电影却1年不拍戏，社交账号长草公司还在装傻。月华年报显示他贡献60%收入，却连正经团队都不配，粉丝吐槽待遇不如龙套。爱肖像权事件吃香难看，而王一博早已闷声布局新篇章，与奥斯卡导演合作，拿下国际代言。这场现实版商战比剧还精彩。王一博和月华这场大戏看得人直呼精彩，这哪是合约到期，简直就是现实版商战片。一个95后顶流男演员，手握3部破亿电影，金鸡话表双提名，居然能整整1年不进组拍戏，这事儿搁谁看都觉得蹊跷。更绝的是，人家社交账号都快长草了，公司还在那儿装模作样发些不痛不痒的声明，这操作简直是把观众当傻子哄。要说月华这公司也是够绝的，年报上白纸黑字写着王一博一个人贡献了60%收入，结果给人家配的团队连个正经工作室都没有。粉丝们都忍不住吐槽，这待遇还不如横店跑龙套的，好歹人家还能领个盒饭。最搞笑的是连保镖都是韩庚用剩下的，这省钱省得也太离谱了。
就这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上市公司，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草台班子呢。最近爆出来的爱肖像权事件更是让人大开眼界。白玉兰讲报错名字没人管，薇娅事故没人维权，结果卖脸给爱建模道士动作飞快，这吃香简直比夜市里抢最后一份炒粉的还难看。要不说资本都是属吸血鬼的，不把艺人最后一点价值榨干绝不罢休。可他们也不想想，这么搞下去，以后谁还敢签他们家？王一博这边倒是沉得住气，闷声干大事的主。去年续约就只签了个短期，明摆着就是临时凑合一下。人家该拍电影拍电影，该拿代言拿代言，联合国环保大使当得风生水起。最近更是直接更新护照，自己安排行程，连公司都不知道他下一站去哪儿。这招釜底抽薪玩得漂亮，看得人直呼过瘾。月华那些纸粉还在那儿上蹿下跳，天天发些王一博掉粉了粉丝不满了的通稿。结果数据一查，抖音话题14亿浏览量，后援会忙得脚不沾的，这脸打的隔着屏幕都觉得疼。要不说现在的粉丝都是福尔摩斯转世，公司那点小把戏早就被看得透透的。说起来也是讽刺，一个选秀出身的公司，靠着王一博这块金字招牌混成了上市公司。现在倒好，摇钱树要走了，财报窟窿可怎么补？看看人家王一博的新动态，又是和奥斯卡导演合作，又是国际大牌代言，这发展势头，月华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娱乐圈这种资本和艺人的博弈从来都不新鲜。早些年韩庚解约，后来鹿晗回国，哪个不是闹得满城风雨？但像王一博这样闷声发大财的还真不多见。人家不吵不闹，该干嘛干嘛，最后轻轻松松全身而退，这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粉丝们也是人间清醒，早就看透了公司的套路。那些纸粉带节奏说什么王一博不营业，结果人家后援会的应援活动一个比一个精彩。要不说现在的追星女孩都是985水平，数据做得比公司财报还漂亮。月华想靠水军带节奏，门都没有。这场大戏演到现在，明眼人都看明白了。王一博这是要开启新篇章，月华可得好好想想怎么填这个业绩大坑。要不说娱乐圈最精彩的部分永远在戏外，这现实版的商战剧可比那些狗血剧好看多了。在这个瞬息万变、充满竞争的娱乐圈里，告别与重生始终是一体两面的主题。当王一博告别月华这一消息如风暴般席卷社交媒体时，无数粉丝的情绪瞬间被点燃。有人难掩不舍，有人心生期待，有人则在泪水中体会成长的代价。但无论声音如何喧哗，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王一博这个从男团中脱颖而出的全能艺人，正迈向他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战。回顾与月华共度的这段岁月，王一博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自从 UNIQ 出道那一刻起，他便是聚光灯下不容忽视的存在。从练习室到舞台，从综艺到大荧幕，从街舞冠军到无名风起洛阳等重量级作品的男主角，他用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章节。而乐化作为他一路陪伴的重要平台，无疑也在他成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时代终将推动个体向更广阔的天空飞翔。合约到期，分道扬镳，并不是结束，而是一次蜕变的开始。尤其对王一博而言，他早已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公司的新人艺人，而是一个拥有强大自驱力、清晰艺术方向与品牌价值的独立个体。他的野心不止于成为顶流，更在于打破行业固有边界，去追求更多维度的表达与突破。这并非一场单方面的离开，而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成熟体现。王一博选择离开，是他清醒意识到自身定位与未来方向需要更多空间与主动权；而月华选择放手，亦是尊重这位曾经的亲儿子在演艺生涯中该有的自主成长权。
或许正是这份体面的分离，让这段合作关系更加令人回味，也更显珍贵。接下来的自由之路会是什么样？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王一博无疑正在向全能创作者过渡。他涉猎赛车、舞蹈、演技、音乐乃至公益、商业多领域布局，不断拓宽自己在文化娱乐产业中的边界。而脱离传统经济体系的束缚后，他有更多话语权去掌控自己的艺术内容、职业节奏与公众形象。换句话说，未来的王一博不只是被打造的偶像，而是一个自我建构的文化符号。当然，自由的代价也是真实存在的。失去公司体系支持，意味着更多决策压力、资源协调、舆论管理都要由他与团队承担。但对于王一博而言，这或许是他真正渴望的，主动掌握人生方向，哪怕再辛苦，也比被动等待安排来的有力量。他一直以来的行动哲学，行胜于言，正好诠释了他如今面对人生新阶段的心态。粉丝的情绪崩溃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与王一博共同走过了太多珍贵时光，从低谷陪到高峰，从质疑中挺过风浪。在他们心中，乐华与王一博之间的绑定，已经不仅仅是艺人公司的合作，更是记忆的一部分。如今这份联系被解除，也让许多粉丝感受到一种青春散场的惆怅。然而，理智的粉丝更应意识到，告别不是分裂，而是更高级别的成长。有些分离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有些告别是为了让梦想真正起航。王一博从未背离初心，他始终在以最热烈的方式回应时代与观众的期待。他的下一站也许更值得全网共同期待。在这个逐梦的过程中，王一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坚定和自律。他没有沉迷于已有的光环，而是不断挑战自我。他明白，自由不是懒散，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更艰难的选择，要在不确定中坚持方向，在没有依靠时保持信念。他的每一次决定，不只是职业上的转型，更是精神上的进化。而这种勇气，恰恰就是他打动万千粉丝的根源。他不是活在滤镜里的完美偶像，而是一个真实、有温度、有锋芒的青年艺术家。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人生不止一条路径，而每一次看似危险的转折，可能都是命运最温柔的安排。写到这里，我们想对每一位因为告别而流泪的粉丝说，请不要伤心。真正的爱，不是拥有，而是支持他飞得更高、更远。不论王一博的下一站在哪里，不论他以后签约哪家公司，进入哪个领域，只要他继续坚持本心，我们都能在他散发的光芒中找到共鸣。未来很长，而他才刚刚开始。所以，请继续相信，那个用舞步打动世界，用表演征服荧幕，用沉默守护真诚的王一博，仍然会以更加坚定的姿态站在我们面前。他正在奔向自由，而我们只需一如既往的陪伴就好。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